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独家播放的钢琴简本，这是简本出版社独家授权的，您可以在亚马逊书店购买此书，我们在节目留言区有购书链接。钢琴简本流行了几个世纪，钢琴是一种美丽而流行的乐器，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对于那些想要学习演奏乐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学习基础知识相对容易。然而，像任何乐器一样，为了成为一名熟练的演奏者，有很多关于钢琴的知识需要学习。这本书将涵盖你需要知道的关于钢琴的一切，从选择合适的乐器到学习如何演奏。您还将找到有关如何保养钢琴的资讯，以及如何有效练习的资讯。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演奏者，本书都将为您提供将钢琴演奏提升到新水准所需的资讯。基础知识：什么是钢琴？钢琴是一种通过键盘产生声音的乐器，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并已用于各种音乐流派。钢琴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乐器，可用于各种设置。它可以是独奏，也可以作为乐队或管弦乐队的一部分。它可用于古典和流行音乐。钢琴有着悠久的历史，并被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使用过。对于初学者和有经验的音乐家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乐器。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弹钢琴，或者只是对这种迷人的乐器感到好奇，本章将为您提供入门所需的所有资讯。钢琴是一种通过键盘产生声音的乐器，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并已用于各种音乐流派。钢琴是一种多功能乐器，可用于从独奏到伴奏的各种设置。钢琴具有多种可以演奏的音符，使其成为各种音乐风格的理想选择。钢琴是一种相对容易学习的乐器，对于那些想学习演奏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钢琴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包括作为独奏乐器、乐队或管弦乐队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想要学习演奏乐器的人来说，钢琴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并且可以成为各种 music 风格的绝佳选择。钢琴的历史。钢琴是由一个名叫 Bartolomeo Cristofori 的人在1709年发明的。他是一位意大利乐器制造商，曾为斐迪南多·德·美第奇王子工作。这架钢琴最初被称为钢琴，在意大利语中是柔和响亮的。这个名字后来被缩短为钢琴。第一架钢琴与我们今天的钢琴非常不同，它们的声音要低得多，它们的钥匙是用木头做的。克里斯托弗里的钢琴有一个类似大键琴的动作和一个 SM 的所有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钢琴经历了许多变化，乐器的范围增加了，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力。琴键现在由金属制成。今天，钢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它用于从古典到流行的各种音乐。钢琴是一种美丽而流行的乐器，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是通过按键盘上的键来演奏的，这会导致锥子敲击钢琴内部的琴弦，由此产生的声音令人愉悦，可用于创建各种音乐风格。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钢琴，从三角钢琴到立式钢琴，每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钢琴音乐可能非常复杂，并且经常同时演奏许多最后的部分。这可以使钢琴成为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乐器，但也非常有益。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钢琴，你应该知道一些事情。首先，你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钢琴老师。一位好的老师将能够说明您学习弹钢琴的基础知识，并为您提供有关进度的反馈。除了上钢琴课，您还需要在家练习。练习的一个好方法是找到你喜欢的音乐片段，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它们。这将说明您更好地弹钢琴，也可以说明您记住音乐。最后，如果你第一次玩的时候没有做到完美，不要气馁。钢琴是一种复杂的乐器，需要时间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只需一点点努力，你很快就会玩得很漂亮。不同类型的钢琴。钢琴主要有3种类型：三角钢琴、立式钢琴和数码钢琴。每种类型的钢琴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三角钢琴是最大和最昂贵的钢琴类型，它们通常用于音乐厅和其他大型场所。
三角钢琴具有任何类型的钢琴中最好的音质，但它们也是最难移动和维护的。立式钢琴比三角钢琴更小、更便宜。对于家中空间有限的人们来说，它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立式钢琴没有三角钢琴那么响亮，但它们仍然具有良好的音质。蛙意大利钢琴是最实惠的钢琴类型，它们体积小、重量轻、易于移动。数码钢琴通常具有内置扬声器，因此您无需购买单独的扬声器。许多数位钢琴还具有连接到计算机的能力，这允许您使用音乐软体来创建自己的数位音乐。钢琴是一种使用键盘演奏的乐器，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音乐中使用。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钢琴，从三角钢琴到立式钢琴，每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钢琴音乐可能非常复杂，需要多年的练习才能掌握乐器。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弹钢琴，你应该知道一些事情。首先，你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钢琴老师。一个好的老师可以说明你学习基础知识，并告诉你如何有效地练习。您还需要购买一架钢琴。立式钢琴是初学者最受欢迎的钢琴类型，但三角钢琴可能很昂贵。还有数位钢琴，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流行。一旦你有一架钢琴，你需要定期练习。每天留出时间练习很重要，并确保你练习正确。您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源，包括视频课程和乐谱。学习弹钢琴可能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掌握乐器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4. 如何为您选择合适的钢琴？在选择钢琴时，您需要牢记一些事项。首先是钢琴的尺寸。钢琴主要有3种类型：三角钢琴、立式钢琴和数码钢琴。三角钢琴是最大和最昂贵的钢琴类型，它们通常由专业音乐家使用。立式钢琴比三角钢琴更小、更便宜，它们是初学者和中级玩家的不错选择。数码钢琴是最小和最便宜的钢琴类型，对于初学者和没有太多空间的人来说，它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是你要播放的音乐类型。古典钢琴家通常需要一架三角钢琴，爵士钢琴家通常需要一架立式钢琴，流行和摇滚音乐家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钢琴。要记住的第三件事是您的预算。三角钢琴可能要花费数万美元，立式钢琴可能要花费几千美元，数位钢琴可能要花费几美元。在选择钢琴时，您需要考虑尺寸、要演奏的音乐类型和预算。记住这些事情，您将能够选择合适的钢琴。钢琴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钢琴用于各种环境，从古典音乐会到流行音乐。如果你有兴趣学习弹钢琴，有几件事你应该知道。关于钢琴，首先要知道的是它们有各种尺寸。最常见的尺寸是三角钢琴，最长可达9英尺。还有较小的小型三角钢琴和更小的立式钢琴。您选择的钢琴尺寸将取决于您的需求和喜好。选择钢琴时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您喜欢的动作类型。有2种主要类型的动作：宏伟和直立。三角钢琴具有更复杂的动作，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动态。立式钢琴的动作更简单，更适合初学者。一旦你选择了适合你的钢琴，就该开始学习如何弹奏了。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好老师。一个好的钢琴老师将能够让你学习基础知识，让你从右脚开始。他们还将能够回答您的任何问题，并为您提供有关您演奏的反馈。除了找一个好老师，你还需要练习。好多。要想更好的弹钢琴，唯一的方法就是练习，而且是无可替代的。确保你每天留出时间练习，你会看到你的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当你学习弹钢琴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记住。首先，要有耐心。学习演奏乐器需要时间，你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专家。第二，听音乐。这不仅可以说明您更好地了解钢琴，而且还将开始发展自己的风格。最后，玩得开心。弹钢琴应该是愉快的，所以确保你找到你喜欢的音乐，你可以练习。5. 如何购买钢琴？
当您准备购买钢琴时，您需要记住一些事项，以确保您获得满足您需求的最佳乐器。以下是有关如何购买钢琴的5个提示。1、确定您的预算。钢琴的价格从几百美元到几万美元不等，所以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愿意在开始购物时花多少钱。2、考虑您的需求。您是否正在为初学者或经验丰富的演奏者寻找钢琴？您需要原声钢琴还是数码钢琴？3、做你的研究。一旦您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请花时间研究不同的品牌和型号，以找到最适合您的选择。4、购买前试用。一旦您找到了几架您感兴趣的钢琴，请务必在最终购买之前试用它们。5、获得保修。当您购买钢琴时，请务必获得保修，以保护您的投资。钢琴是一种独特而流行的乐器，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是通过按键盘上的键来演奏的，这会产生声音的震动。钢琴用于从古典到流行的各种音乐流派，它的受欢迎程度意味着有大量的钢琴歌曲可供学习和演奏。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钢琴，或者只是对这种有趣的乐器感到好奇，请继续阅读以了解您需要了解的有关钢琴的所有资讯。钢琴是如何工作的？如前所述，钢琴是通过按键盘上的键来弹奏的。这个动作会导致钢琴内部的堆子敲击琴弦，从而产生声音。声音的音高取决于按键的用力，用力按下会产生更高的音高。钢琴有2种主要类型：原声钢琴和数字钢琴。原声钢琴像传统乐器一样有堆子和弦，而数位钢琴则使用电子信号来创造声音。钢琴有多种尺寸，从小型便携式版本到全尺寸3角钢琴。钢琴的大小会影响它产生的声音，较大的钢琴通常具有更丰富、更饱满的声音。你怎么弹钢琴？钢琴通常是通过向老师学习的，尽管也可以自学。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在线资源和应用程式可以说明你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钢琴。在开始演奏之前，了解阅读音乐的基础知识很重要，这将使您能够了解要按哪些键才能播放特定歌曲。如果您正在自学，有很多资源可以说明您学习阅读音乐。一旦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就可以开始播放一些简单的歌曲了。随着你变得更加自信，你可以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并发展自己的演奏风格。弹钢琴有什么好处？弹钢琴为您的身心提供了广泛的好处。研究表明，弹钢琴可以说明提高你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沟通技巧。它还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说明你睡得更好。弹钢琴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因为它需要使用手臂和腿。这也是缓解紧张的好方法，因为坐在钢琴前弹奏可以非常有治疗作用。弹钢琴也可以是一项很棒的社交活动，因为它是结识新朋友和结交新朋友的一种方式。加入当地的钢琴团体或一起上课是社交和享受乐趣的好方法。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钢琴，或者只是对这种迷人的乐器感到好奇，我们希望本文已经回答了您的所有问题。钢琴是放松、锻炼和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所以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6、钢琴保养与保养。如果你有一架钢琴，你要确保它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下是有关如何维护和保养钢琴的一些提示。1、将钢琴放在阴凉前噪的地方。2、不要将钢琴放在散热器等热源附近。3、让钢琴远离阳光直射。4、定期用软布掸去钢琴上的灰尘。5、不要在钢琴上使用任何刺激性清洁剂或化学品。6、让您的钢琴每年至少由专业人士调音一次。7、如果您要移动钢琴，请务必聘请专业人士来做。遵循这些提示将说明您在未来许多年内保持您的 piano 处于良好状态。钢琴是一种键盘乐器，在按下按键时会产生声音。声音是由堆子敲击琴弦产生的。堆子由键盘控制。键盘由黑白 keys 组成。黑键代表瑞音和平底音，白键代表自然音符。几个世纪以来，钢琴一直被用作古典和流行音乐中的独奏和伴奏乐器。它是一种多功能乐器，可用于多种流派。
在开始弹钢琴之前，您需要了解一些事项。首先，你需要知道如何坐在钢琴前，正确的坐姿对于正确的技术很重要。其次，你需要熟悉钥匙珠地。键盘分为2个部分，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高音谱号是较高的部分，低音谱号是较低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一组注释。第三，你需要知道如何阅读音乐。音乐是在法杖上写的。工作人员由5条线和4个空间组成。注释由称谓注释的符号表示。音符写在五线谱上，告诉音乐家按哪个键。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基础知识，可以开始玩了。7钢琴调音和维修。如果你想保持你的乐器处于良好状态，钢琴调音和维修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以下是你应该了解的有关这2个主题的一些事项。钢琴调音是将琴弦的音高调整到正确水平的过程，这通常由专业的钢琴调音师完成。钢琴维修是修复对乐器造成的任何损坏的过程，这可以是任何东西，从修复松动的钥匙到更换损坏的字串。钢琴调音和维修都可能相当昂贵，但是保持钢琴处于良好状态通常是值得的。如果您的钢琴有任何问题，请务必联系专业人士寻求说明。钢琴是一种流行且用途广泛的乐器，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用于各种流派，从古典和爵士到流行和摇滚。如果您正在考虑学习弹钢琴，你应该知道一些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你想学习弹什么钢琴。钢琴有2种主要类型，原声钢琴和数字钢琴。原声钢琴是传统的钢琴类型，它们通过按下键敲击钢琴内部的琴弦来演奏。数位钢琴使用感测器和电子设备来产生声音，它们通常具有内置扬声器和您可以选择的不同声音等功能。一旦你决定了你想学习的钢琴类型，你需要选择一种学习方法。学习弹钢琴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老师的课程、在线课程或自学书籍或视频。如果您决定从老师那里上钢琴课，您将需要找到一位可以教您演奏乐器的低音的好教练。您可以通过音乐学校、社区中心或在线目录找到老师。在线课程是学习弹钢琴的便捷方式，并且有许多不同的网站提供课程。一些网站提供视频课程，而其他网站则提供分布说明。如果您更喜欢自学，有许多书籍和视频可以教您如何弹钢琴。这些资源可以在您当地的音乐商店或在线找到。一旦你选择了学习方法，下一步就是练习。如果你想提高技能，定期练习很重要。您可以在家中、朋友家或当地的音乐学校练习。当你第一次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从简单的歌曲开始。随着你变得更熟练，你可以继续学习更困难的部分。除了练习，你还需要听音乐。听音乐可以说明您学习新技术并提高您对音乐的了解。最后要记住的是，弹钢琴是一个终生的过程。你永远不会学到关于弹钢琴的所有知识，但如果你继续练习和学习，你会成为一个比我更好的演奏者。8钢琴移动和存放。如果您正在考虑行动钢琴，你应该首先了解一些事情。钢琴移动是一个微妙的过程，需要特别的照顾和关注。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有关钢琴移动和存储的所有资讯。1. 聘请专业的钢琴搬运工。钢琴移动不是一个自己动手的专案，最好聘请专业的钢琴搬运公司，该公司拥有安全移动钢琴的经验和设备。2. 确保您的钢琴已投保。您的我的保险单可能不承保搬家期间钢琴的损坏，请务必向您的保险代理人询问钢琴移动和存放的承保范围。3. 在移动过程中保护您的钢琴。您的钢琴将在推车上移动，并且在移动过程中可能会被推挤。一定要用毯子或衬垫盖住你的钢琴，以保护它免受刮擦或其他损坏。4. 提前做好搬家准备。如果可能，请提前拆卸钢琴，使其更容易移动。请务必将所有零件都装好，以便以后重新组装。5. 装卸钢琴时要小心。移动过程中钢琴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钢琴掉落或倾斜。确保至少有2个人帮助您装载和卸载钢琴，以避免这种情况。6. 妥善存放钢琴。
如果您需要将钢琴存放任何时间，请务必在气候受控的环境中进行。钢琴对温度和湿度变化很敏感，因此保护它们免受极端条件的影响非常重要。7. 搬家后别忘了吊好钢琴。钢琴很容易跑调，所以一定要在搬家后由专业人士调音。通过遵循这些提示，您可以确保您的钢琴安全移动而不会损坏。聘请专业的钢琴搬运公司是确保您的钢琴正确移动且无损坏的最佳方式。钢琴是一种通过按下键盘上的键来产生声音的乐器，每个键对应一个不同的音高，这是按下键时产生的音符。音符的音高取决于琴弦产生的振动频率。钢琴的范围约为7个8度，从最低音 A0 到最高音 C8。钢琴上的键数因型号而异，但大多数钢琴都有88个键。钢琴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乐器，可用于各种音乐流派，包括古典、爵士、流行和摇滚。9. 钢琴课入门。如果你想学习如何弹钢琴，你需要找一位钢琴老师。您可以参加私人钢琴课程或团体钢琴课程。私人钢琴课程更贵，但你会得到更多的个人化关注。小组钢琴课更便宜，但你会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当你第一次开始上钢琴课时，你的老师可能会教你如何阅读音乐。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您将学习如何演奏一些基本的和弦和旋律。随着您继续上课，您将学习更复杂的和弦和旋律。学习如何弹钢琴的最好方法之一是找到一首你真正喜欢的歌曲，并尝试弹奏它。您可以尝试在线查找钢琴教程，这些可能会有所说明，但请确保您找到信誉良好的来源。如果你想把你的钢琴演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你应该考虑加入乐队或管弦乐队。与其他音乐家一起演奏是提高技能的一种方式。钢琴课可能非常昂贵，如果您负担不起私人钢琴课程的费用，还有其他选择。您可以尝试查找免费的在线钢琴课程或寻找团体钢琴课程。无论你选择如何学习弹钢琴，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钢琴是一种弦乐器，通过按键盘上的键来演奏。每个键对应一个不同的音高，这是在键被重新敲响时产生的音符。音符的音高取决于振动的琴弦的长度，琴弦越长，音高越低。钢琴的音域超过7个8度，这是可以从最低音到最高音符可以演奏的音符跨度。音符的范围从 C3 按下钢琴上最低的 C 键时产生的音符，到 C8 按下钢琴上最高的 C 键时产生的音符。钢琴键盘有88个键，这是钢琴的键数。按键分为2组，白键和黑键。白键是自然音符，包括音符 C、D、E、F、G、A 和 B。黑键是尖音和平调，它们是自然音符之间的音符。钢琴是一种多功能乐器，可用于多种流派，包括古典、爵士、流行和摇滚。它也是初学者音乐家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10. 钢琴技巧。假设你喜欢一个关于钢琴技术的资讯章节，在弹钢琴时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正确的手部定位对于舒适度和音质都至关重要。对于初学者，通常建议将拇指放在中间 C 上，另一根手指直接放在拇指上方。从那里开始，您的手应该处于弯曲位置，手腕略微抬高。随着您的进步，您可能会找到最适合您的舒适手部姿势。在按下按键时，使用指尖并施加均匀的压力很重要。如果用力按键，会产生刺耳的声音。太轻，声音会被静音。您还将确保以平稳、流畅的动作按下按键，以避免声音出现任何断断续续。注意钢琴上的踏板也很重要。右踏板通常是软踏板，当踩下时会使声音变软。左踏板是响亮的踏板，使声音更大。中间踏板是延音踏板，当按下时可以长时间保持正在演奏的音符。在弹钢琴时，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其中一些包括爬音、颤音和音阶。爬音是指和弦的音符连续演奏，而不是一次全部演奏。颤音是2个音符之间的快速交替。
音阶是按升序或降序演奏的一系列音符。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都需要练习和掌握才能正确执行。但是，通过足够的练习，您最终可以自信而轻松地弹钢琴。钢琴是一种弦乐器，通过按键盘上的键来演奏。每个键代表一个不同的音符，当按下这些键时，琴弦会震动并产生声音。钢琴有各种尺寸，从超过9英尺长的三角钢琴到大约4英尺高的立式钢琴。还有数码钢琴，比传统钢琴更小更轻，还有便携式钢琴，更小，可以随身携带。钢琴演奏对演奏者和听众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体验。当你坐在钢琴前弹奏时，你正在创造自己的音乐，这可能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感觉。如果你有兴趣学习弹钢琴，你需要开始一些事情。首先，你需要一架钢琴。如果您没有，您通常可以从音乐商店租用或借用一个。接下来，您需要找到一位老师。学习弹钢琴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包括书籍、DVD 和在线课程。找到老师后，您将需要练习。定期练习是提高技能和成为更好球员的最佳方式。每天留出一些时间练习，很快你就会像专业人士一样弹钢琴。结论：钢琴是一种非常有益和愉快的乐器，通过正确的指导，它很容易上手。无论您是想玩乐还是为了表演，您都需要了解一些关于钢琴的关键事项。通过适当的技术，您可以避免受伤，更有效地演奏，并获得您想要的声音。一个好的老师可以说明你学习这些东西，并确保你走上实现目标的轨道。谢谢大家收看。